见叶晨不介意在未来老婆和继子面前公开身份，贺远江心里松了口气。他一辈子坦坦荡荡，对韩美琴也爱得真切，只想与其相濡以沫，共度余生。所以他心里不希望每每在老婆面前面对叶晨的时候，还要当他是那个会点风水，并且凭借风水周易结交了一些本地权贵的萧家赘婿。演戏他不在行，撒谎更是。但如果叶晨婉拒，他也完完全全能够理解并且尊重，只是没想叶晨竟答应得如此痛快。此时的贺远江还不知道，叶晨竟是想把他这个新组建家庭的一家4口全都收入麾下。怀揣着轻松愉悦的心情，他与叶晨一路来到香榭丽的半山别墅。外公一家早已备好宴席等候，从看到叶晨的车上山那刻，3个舅舅、小姨还有李亚林便都出门等着迎接。老爷子和老太太原本也想出来，只是近日来金陵降温不少，天色又暗了下来，儿女们怕他俩染了风寒，便说什么也没让。车还没停稳，叶晨便看到了等着自己的5人，心里有些惊讶，也有些承受不起，毕竟都是长辈，一起在这里等着自己，这个阵势在礼数上来说属实有些太重了。但安家人不觉得重，毕竟叶晨2次救安家上下于水火，这份恩情哪是辈分所能弥补的。李亚林就更不用说了，没叶晨救他性命，他那满是弹孔的尸体恐怕早就在实施土葬的美国土地里腐烂了。叶晨把车停稳，与贺远江左右下车，大舅便已率先一步走上前来，笑着喊道：“晨儿。”叶晨忙得挨个称呼，大舅、二舅、三舅、小姨、李探长。说完又赶紧介绍起身边的贺远江，给5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妈妈生前的校友，贺远江贺教授。贺教授之前在华尔街任职，后来到了金陵，在金陵财经大学教书育人，一直在安家负责对外的二舅安凯峰立刻点头说道：“贺教授，以前在华尔街听说过你的大名，都说你是华尔街投行里眼光最毒辣的亚裔，你的辉煌战绩我听说过很多。”贺远江认真说道：“安先生太客气了，要说投资的眼光，我认识的人里还没有人能比得过程曦，在他面前我不过就是个小学生。”说罢，他觉得当着安家人的面提及安程曦这个已故的人，多少有些失礼，便抱歉地说道：“不好意思。”说了句不好意思，贺远江也不好再细说原因，这种事情安家人一定懂，自己也不需要说得太明白去2次伤害。不过在安家人眼里，安程曦毕竟已经遇难20年，心态也早已经坦然接受，所以当贺远江提及他的名字，没人觉得有所冒犯，毕竟贺远江也是安程曦的校友兼好友。叶晨这时打算为贺远江介绍一下，便开口道：“贺叔叔，我二舅经常抛头露面，您应该认得他吧？”贺远江点点头：“安凯峰安先生，我自然认得，久仰久仰。”安凯峰客气道：“贺教授过奖了。”言罢，2人礼貌地握了握手。叶晨又为贺远江介绍了大舅、三舅、小姨，随后便是李亚林。没想到当叶晨要为贺远江介绍李亚林的时候，贺远江先一步开口道：“这位一定就是被称为华人之光的李探长了，我看过您许多采访和报道，非常佩服。”李亚林谦逊地笑道：“我不过就是个探长罢了，远谈不上什么华人之光，你们几位的成就和贡献都比我大得多。”“哪里哪里。”贺远江认真道：“咱们华裔乃至整个亚裔，想在北美赚到钱并不难，但想在那里得到全社会的认可，确实还是不容易的。许多明里暗里的排挤和歧视，这么多年只有在美华人心知肚明。您能得到西方主流社会的认可，确实堪称华人之光。”贺远江的话让几位安家人深以为然。美国其实远没有他们媒体描述的那般美好，尤其是少数族裔在美国的社会生活，必然会遭遇许多不可名状的歧视。黑人、韩裔这些抱团死磕的少数族裔还好一点，那些不怎么抱团，甚至热衷自己人坑自己人的群体，
在那种环境里可谓是水深火热，内外交困。叶晨从小到大去美国的次数并不算多，对那边的环境并不了解，但看这几人一个个深以为然的样子，便知道贺远江所言非虚。这时只听里面叶晨的外婆忍不住打开门来说道，外面挺冷的，你们怎么还不快些进来，别让晨儿和客人老在外面站着了。叶晨嘿嘿一笑，叫了一声外婆。外婆点点头，笑着招手道，快进来，吃饭了。哎，叶晨应了一声，几人这才赶紧进了别墅。老爷子此时也迎了上来，对叶晨说道，晨儿，这几日你在金陵一切可都还好？叶晨笑道，挺好的，金陵很安全。说着，叶晨便把贺远江介绍给了外公外婆，知道是大女儿当年的校友好友，二老自然也是十分热情。一家人把贺远江请到餐桌前落了座，老爷子叮嘱几个儿子，贺教授是你们姐姐的同窗好友，你们一定要好好陪他喝上几杯。说完又对贺远江说道，贺教授，你若是酒量好就多喝些，酒量不好就少喝些，一切随心随意，咱们饭桌上没有如何喝酒的规矩。贺远江虽然平时很少喝酒，但酒量确实不错，今天见到安家人心里高兴，便毫不犹豫地应了下来。老爷子又问叶晨，晨儿，你也一起喝2杯吧，不行一会儿让你小姨开车送你们回市里。叶晨笑道，不用了外公，山下面都是自己人，我让洪武来开车送我就好。老爷子哈哈一笑，说道，那太好了，你喝，我便也喝上1杯。老太太赶紧说道，你还喝，脑子都喝迷糊了，谁得老年痴呆忘了吗？老爷子陪着笑道，我大外孙来了，喝1杯不碍的，更何况贺教授也来了，那得喝2杯。老太太白了他一眼，合着还自己加码呢。叶晨笑道，外婆您不用担心，让外公喝2杯就是了，没事的。老太太自然知道宝贝外孙给了老爷子好丹药，老爷子的身体早就好透了，喝点酒也根本无妨，于是便也不再坚持，只是提醒老爷子道，亏了晨儿替你说话，你只需喝2杯，可不能多喝。老爷子立刻眉开眼笑，够了够了，2杯够了。一旁的大舅最有眼力见，赶紧就给满上1杯。老爷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立刻将酒杯端起来，笑着说道，来，第1杯酒，欢迎贺教授来家里做客。众人纷纷举杯。叶晨待饭局开始，第1杯酒下肚之后，便直入正题道，外公、大舅、二舅，您几位这次在燕京投资搞得怎么样了？外公笑道，又谈妥了几个大项目，很快就要官宣了，具体让你二舅给你介绍介绍。安凯峰便接过话去，道，咱们上次不是已经确定投资一家动力电池的相关企业了吗？这次在燕京刚好遇到雷米汽车上市，互联网企业跨界造车，上市1个月卖掉未来1年多的产能，确实了不起，也确实让人对国产品牌刮目相看。所以咱们干脆也接盘了一家新能源汽车制造公司。安凯峰与叶晨了解安家的产业布局，用的都是咱们，是因为现如今安家已经达成共识，以后的安家一大半都将留给叶晨，所以他现在不但是安家的外孙，还是安家的大股东。叶晨倒没往这方面去想，他只是觉得十分惊讶，自己上次从美国回来的时候，安家还只是有计划搞一个新能源汽车品牌，没想到现在就直接接盘了。想到这里，他赶紧问，二舅，您说接盘是直接收购了一家吗？对，安凯峰点头说道，有一家新能源车企资金链出了很大的问题，到处在找融资，我跟你大舅商量了一下，估值反正也不高，几十亿美金而已，而且现在债务危机，创始团队关了产线，全部跑出去找钱救命，刚好在燕京遇到他们的 CEO， 索性就聊了一下，30亿美金全拿下了。叶晨点点头，30亿美金确实不多，对自己来说都跟毛毛雨一样，对安家更不算什么。这时一旁的贺远江忍不住问，
安先生说的新能源车企是高恒吧？哎，安凯峰惊讶地问。贺教授了解这家企业？贺远江点点头，道：略有耳闻，早就听说他们陷入债务危机了，销量也一直不太好，再加上前段时间产线都关了，想来也只能卖身救命。叶晨这时补充道：贺叔叔对国内新能源市场研究得非常深，上次我们简单聊了一下，他的很多观点确实令我十分佩服，尤其是他说弯道超车，我印象很深刻。原本是想等贺叔叔婚礼之后再安排大家见面，但实在有些迫不及待，你们一回来我就赶紧安排了。安凯峰道：既然贺教授对新能源这么了解，那我真的很想听贺教授分析一下目前的新能源形势，也帮我们指点指点。说着，安凯峰又道：说实话，安家其实鲜少涉足制造业，但这次我们投资了动力电池，投资了整车制造，投资了国产芯片研发以及商业航天，基本都是制造业，主要也是希望能够为华夏制造业做些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。如果还能孵化出不错的企业，在经济上有所回报，那就更好不过。但说实话，真要说如何运作制造业这样动辄几千上万人的大盘子，我至今还一头雾水。尤其是整车制造，这个高恒是我们全资收购的，接下来等他们处理完债务问题和股权转让问题之后，我们就得再追投一笔资金启动生产。但现在我还没考虑好，到底是把原来的团队留下继续运营一段时间，还是干脆就全部干掉换新的。不知道贺教授有什么高见？贺远江想了想，道：高恒的问题，我个人感觉还是出在产品定位上。主力产品靠不停的堆料来提高身价，但客单价太高，销量必然上不去。而且在高客单价的领域，还有传统豪华车的竞争，产品力只要稍微跟不上，就很难打开市场。而且他们的产品设计，说实话也不是太成熟，一旦把自己陷入小众审美的圈子，势必会进一步压缩自己的生存空间。但您刚才提到的雷米就完全不同，他们的定位相当精准狠辣，产品设计也没得说，抛开是否存在借鉴的问题不谈，他们的产品外观确实符合主流审美。说到这里，贺远江微微一顿，又道：所以如果您让我个人判断的话，我倾向于您把高恒的团队一分为二，生产端先保留，以确保产线可以随时运行，但设计端、营销以及市场端还是尽可能的全部换掉，而且连品牌也要完全换掉。虽然你买了高恒，但不能再用高恒的品牌了，因为它破产的消息一度沸沸扬扬，人们都知道这品牌要不行了，品牌价值就已经成了负值，远不如重新做一个。安凯峰又问：那您觉得，如果我们重新打造一个品牌，主力产品应该如何定位呢？贺远江道：那必然是跟销量最高、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产品抢市场。说着，贺远江道：很多人创业为了减小压力、提高成功率，喜欢做垂直细分领域，觉得做电商平台竞争太大，干脆就弄个小商城或者小程序，选母婴、酒水、日化这些细分领域。可一旦这么搞了，就永远也不可能做成大平台，甚至一辈子都要在别人的生态底下生存。汽车也是一样，几乎每一个决定造车的企业都觉得新能源20万上下的汽车竞争最大，外有特斯拉这个一年卖几十万辆的霸主，内有一大堆国产新势力，所以有些企业一来就瞄着2-3万、3-5万的下沉市场，有些企业则想着从5-60万以上的中高端市场找切入。但只要抱定这样的心态，虽然有可能在细分领域获得成功，但可能永远赢不了特斯拉这样的巨头。特斯拉巅峰时的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，时至今日新能源概念降温了，它的市值都还有5000多亿美元，所有国产新势力加起来的市值目前都还比不上它。我倒不是崇洋媚外，觉得特斯拉有多厉害，我只是觉得很多企业虽说在发布会上总说自己比它强，但本能上还是在避其锋芒。如果是别人来搞新能源，我可能也会建议他这么做，但安家不一样。说到这里，
贺远江非常认真地说道。安家自身的资本实力雄厚，叶晨以及叶家的资金也远非国内新能源车企可比，而且叶晨又有一艘航运在手，滚装船数量和运量都在世界前列。现在安家已经布局了动力电池，又收购了高恒汽车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不整合一下资源，真正意义上把新能源做大做强？